如果你最近一直在跟踪美股科技和 AI 赛道，你大概率会有一个感觉，马斯克这几天好像格外安静。从8月15号到17号，整整3天没有炸场的新品发布，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官宣，甚至连平时常上热搜的争议言论都少了很多。很多人刷完几条零散新闻就划走了，觉得这不过是普通的3个交易日，没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但我要提醒你，真正决定产业走向的变化，往往都藏在没人主动串起来的碎片里。当你把这3天发生的6件事放在同一张逻辑图上，你会看到一场远比单次发布会更深远的产业洗牌正在悄无声息地铺开。很多人只盯着单条新闻算利好利空，却没意识到马斯克正在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动作织一张没人真正看清全貌的网。等大多数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科技行业的竞争规则可能已经不一样了。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这期视频我们不聊短期股价波动，也不做任何涨跌判断，而是把这3天里的几件事逐一拆开，再把它们串成一条完整的逻辑线。你会看到 X 平台为什么早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交软件，英伟达豪掷100亿入股 SpaceX 背后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 XAI 的人员流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火箭发射变成工业流水线之后，整个科技行业的成本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把这些线索拼起来，你再看后面的 AI 算力商业化和太空产业，就不会只被表面新闻带着走。先从大家最熟悉的 X 说起，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把 X 当成改了名的 Twitter， 觉得它就是个靠广告赚钱的社交平台，现在用户体验下滑，广告主摇摆，前途一片迷茫。甚至有不少投资人看 X 只盯着每个季度的广告收入涨了还是跌了，以此判断这笔收购是赚是赔。我一直不认同这个视角，因为如果只把 X 当成社交媒体，你根本解释不了马斯克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代价接手，又为什么顶着全世界的舆论压力改规则、调算法，反复触碰公共议题的边界。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赚广告费的流量平台，他要的是一个能影响公共舆论、能测试产品生态、能源源不断供给数据的基础设施。你仔细想就会明白， X 现在承担的角色至少有3层。第一层是思想传播和公共发声的管道，整个马斯克体系的所有产品、理念和动态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直接触达全球用户，不需要经过任何媒体中介。第二层是公共属性的实验场，它在试探言论透明度、平台责任和法律监管之间的边界，这是任何一个新生的公共平台都必须走的路。很多人骂 X 言论尺度忽松忽紧，一会儿说保护言论自由，一会儿又配合监管删帖，觉得这是前后矛盾。但你如果换个角度看，这根本不是道德立场的摇摆，而是一场超大规模的真实社会测试。当然，这条路也不是没有风险。各国政府对平台内容的监管要求越来越严，公共属性越强，面临的合规压力就越大。X 在言论透明度和法律合规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甚至被禁止进入部分市场。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实验，没人知道最终的平衡点在哪里。第3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是 AI 生态的数据奶牛和产品试验田。现在大模型的训练最缺的不是算力，而是高质量的实时数据。X 上每天产生的海量实时言论、热点事件和用户互动，是训练 AI 理解人类社会、把握舆论趋势最珍贵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未来所有 AI 相关的新功能、新工具都可以先在 X 这个1级用户的平台上快速测试、快速迭代，再向外扩散。我提醒你注意这里，很多人评估 X 的价值用的还是传统社交平台的估值模型，算 DAU、算广告加载率、算单用户收入。但这其实是拿旧尺子量新物种。X 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在它自己的广告业务能赚多少钱，而在它能给整个马斯克的科技体系输送多少数据、多少流量、多少落地场景。这部分价值现在根本没有体现在任何财报估值里。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种跳出表面新闻、拆解底层产业逻辑的分析方式对你有帮助，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马斯克生态的每一步落地进展，从 X 的商业化调整到 XAI 的产品迭代，再到 SpaceX 的发射产能变化。
用财报和订单数据帮你看清科技巨头布局背后的真实逻辑。聊完了数据和场景层，我们再往底层走，看看算力和硬件层面发生的变化。就在这3天里，有一条消息刷遍了科技圈，英伟达豪掷210亿美元入股 SpaceX。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英伟达财大气粗，看好太空赛道的长期前景，做一笔财务投资而已。还有人说这是2大科技巨头强强联合，以后星链要用英伟达的芯片，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不是 SpaceX 的估值又涨了多少，而是英伟达正在把自己的算力边界从地面的数据中心一路延伸到近地轨道。英伟达从来不是一个靠财务投资赚钱的公司，它每一笔大额的产业布局最终都要落回到自身的核心生态上，也就是算力的扩张和绑定。你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现在我们说 AI 算力，想到的都是建在陆地上的超大数据中心，一排排的 GPU 服务器靠光纤连接。但集中式的算力中心有2个绕不开的瓶颈，一个是土地、电力和散热的物理极限，另一个是跨地域、跨海洋传输的延迟问题。很多低延迟的 AI 应用靠地面光纤网络是覆盖不到的，这时候 SpaceX 的价值就出来了。星链的低轨卫星网络未来可以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算力节点连成一张没有死角的网，哪怕是偏远地区海洋上空都能接入低延迟的算力服务。再往远了说，星舰的常态化发射能力成熟之后，人类甚至可以把算力节点直接部署到太空里，彻底摆脱地面的能源和空间限制。对英伟达来说，投资 SpaceX 不是为了分那点发射收入，而是要提前卡位下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未来的 AI 算力网络一定是天地一体的，地面有数据中心，空中有卫星传输，太空有计算节点，谁能先把这个网络搭起来，谁就能掌握下一代算力的定价权。你再往深了想， XAI 未来要训练更大规模的模型，需要的算力是天量的，而英伟达的 GPU 产能一直是整个行业的瓶颈。有了这层投资关系， XAI 在算力供给上自然会有更强的保障，这其实也是在给整个生态的 AI 研发上一道算力保险。你看，市场讲故事的时候，最喜欢把复杂的产业布局简化成一句巨头联手，但真正的钱从来都不是按口号流动的。英伟达要的不是短期的投资回报，而是未来10年 AI 算力扩张的优先话语权。这步棋下得很远，远到大多数人现在还没意识到它的分量。算力的布局在天上悄悄推进，地面上的商业化却正在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阵痛。同样是在这3天， X 平台调整了创作者分成规则，不少中腰部创作者发现自己的收入出现了明显下滑。舆论场的反应很一致，几乎一边倒地批评马斯克杀鸡取卵，说平台卸磨杀驴，留不住优质创作者迟早要完。我倒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只站在创作者的情绪里看，任何内容平台的商业化都有一个永恒的矛盾，分成给多了，平台扛不住成本，没法长期投入技术研发；分成给少了，创作者赚不到钱，优质内容就会流失。这个平衡点从来都不是一次就能找对的。很多人忘了 X 之前为了快速搭建创作者生态开出的分成条件其实是非常宽松的，甚至可以说是补贴式的。但补贴永远是短期的，任何生态最终都要走向自负盈亏的良性循环。现在的规则调整本质上就是平台在试探整个生态的承受底线，找一个平台、创作者和广告主3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更关键的是，你不能脱离 AI 内容革命的大背景来看这次调整。再过不久 Grok 的多模态生成能力就会全面接入平台，到时候每个创作者都能用 AI 工具10倍、100倍的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当内容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分成规则自然也要跟着重构。如果还用原来的分成体系，等 AI 内容普及的时候，整个平台的成本结构会直接失控。而且你要知道 X 现在的商业化远远不止广告和创作者分成这一条路，后面付费订阅、企业服务、AI 工具收费都会陆续上线。创作者分成只是整个商业化盘子里的一块，调整这一块也是为了给后面的 AI 工具商业化留出空间。你如果只看短期的创作者抱怨，很容易得出 X 正在走下坡路的结论。但真正决定平台生死的从来不是某一批创作者的去留，而是他能不能给内容生产和变现找到新的范式。
这一步调整肯定会疼，肯定会有人不适应，有人离开，但不调整，后面 AI 内容大潮来的时候，整个生态会更被动。商业化的节奏和生态的承受力永远是一场博弈。说到 AI 内容生产，就不得不提这3天里的另一个动向 Grok Imagine 的正式上线。很多人第一时间去测了生成效果，然后转头就说不如 Midjourney， 不如 Sora Xi 的技术，也就这样。还有人拿模型参数说事儿，说 Grok 的参数规模比不上头部大模型，没什么竞争力。但我看 Grok 从来不看它单轮生成的效果好不好，而是看它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别的 AI 生成工具都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用户打开软件生成内容，保存下来就走了，工具和传播变现是完全脱节的。但 Grok 不一样，它是原生在 X 平台生态里的。一个创作者用 Grok 生成图文内容，马上就能在 X 上发布，马上就能参与流量分成，马上就能触达自己的粉丝。从内容生产到传播再到变现，整个链路是完全打通的。这个闭环的价值远比单张图的生成质量重要得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普通的资讯博主，以前写一篇深度分析要花3-4个小时，现在用 Grok 调取实时数据，生成初稿，可能半小时就能完成。省下来的时间，他可以做更多内容，或者花更多精力在深度观点上。这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会改变整个平台的内容供给结构。而且你要注意，现在 AI 行业的竞争逻辑已经悄悄变了。前2年大家比的是谁的参数多，谁的跑分高，谁的生成效果更惊艳。但从今年开始，竞争的核心已经转向了算力成本、落地场景和商业化效率。一个模型哪怕效果再好，如果训练和推理成本高到用不起，如果找不到能赚钱的场景，那也只是实验室里的玩具。Grok 走的从来不是最顶尖的技术路线，而是最容易落地、最容易闭环的路线。它不需要做到全世界最好，只要做到足够好用，同时成本足够低，再配上 X 的生态场景，就能形成自己的竞争力。很多人嘲笑 XI 模型不够强，但你要知道，对商业公司来说，能赚钱的模型才是有持续生命力的模型。纯烧钱堆参数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当然 XAI 的扩张也不是没有代价。这3天另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就是 XAI 核心团队的离职潮。不少媒体和评论人抓住这件事儿大做文章，说 XAI 内部管理混乱，留不住顶尖人才，马斯克的高压文化行不通， XAI 迟早要掉队。好像走了几个高管，整个公司就不行了一样。我先不急着下结论，因为这里面有2个很容易看错的地方。第一个， AI 创业行业的人员流动率本来就非常高，核心研发人员跳来跳去是常态，几乎每家头部 AI 公司都有过核心成员离职的情况。不能一有人走就直接判定公司出了大问题。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一家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的人才结构是不一样的。XAI 早期的核心任务是从0到1搭模型、冲参数，需要的是顶尖的算法研究人才。但现在它的战略重心已经从模型研发转向了产品落地、成本控制和生态打通。这个阶段需要的是工程化能力、商业化能力和产品运营能力。战略方向变了，人员结构自然会跟着调整。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核心成员离职创业其实也会变相扩大整个技术生态的影响力。硅谷的科技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人才流动和创业的历史，从来没有哪家公司能靠留住所有人来赢得竞争，最终拼的还是战略方向和组织效率。当然，我不是说人员离职完全是好事儿。马斯克那种极致效率、高速迭代的文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跑得快就必然会有人跟不上节奏，就必然会掉零件。企业高速扩张的阶段，牺牲一部分稳定性来换速度，是很多公司都会做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也不是没有风险。我提醒你，看科技公司的人员流动，不要只盯着走了谁，更要看公司的核心战略有没有变，核心项目的进度有没有受影响。只要方向没偏，项目在推进，正常的人员更迭就不值得过度解读，反倒是那些为了留住人而牺牲战略节奏的公司才更值得警惕。聊完了 AI 和平台，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太空，看看这3天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变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猎鹰9号发射一次，全网都要刷屏庆祝，大家都觉得是航天奇迹。但现在猎鹰9号几乎每周都要发射好几次，有时候甚至一天连发2发，大家刷到新闻都懒得点进去看了。
很多人觉得不就是发射次数多了点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要告诉你，这根本不是次数的量变，而是整个产业性质的质变。当火箭发射从万众瞩目的航天奇迹变成了枯燥、重复、高频率的工业流水线，整个太空产业的成本结构就已经被彻底改写了。你想，以前发射一颗卫星成本里最大的一块就是火箭发射服务。因为发射频次低，每次发射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做准备，单次成本自然居高不下。但当发射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业流程，舰体可以重复使用，发射团队可以流水线作业，单次发射的成本就会被快速摊薄。你可以类比一下100年前的汽车工业，最早的汽车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只有富人买得起。但福特发明了流水线之后，汽车的成本断崖式下跌，快速走进了千家万户。现在的航天发射正处在从手工定制转向流水线量产的临界点上，跨过这个临界点，整个产业的想象空间就完全不一样了。这3天里，星舰也有新的测试进展。很多人看星舰只关心它能不能飞到火星，能不能实现完全可重复使用，但我更关心的是星舰的制造和测试能不能像猎鹰9号一样走进工业化量产的阶段。只要发射成本能降到足够低，发射频率能提到足够高，后面的星链升级、太空制造、太空旅游，甚至太空算力，所有的应用场景才有落地的基础。火箭就是太空时代的基建工程队，基建的成本下不来，效率上不去，上面的一切应用都是空中楼阁。现在 SpaceX 正在做的就是把航天发射从高端科研项目变成像快递物流一样的基础服务业。这件事听起来没有登陆火星那么浪漫，但它才是所有太空故事的真正基石。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前面说的所有线索串起来了。你看，最上层是 X 平台，负责提供海量的实时数据，全球的传播渠道和完整的创作者变现生态，是整个体系的用户入口和数据源头。再往下一层是 XAI 和 Grok， 负责提供 AI 模型和内容生产工具，把数据转化成生产力，赋能整个平台的创作者生态。再往底层走是英伟达提供的算力芯片和技术支持，为 AI 训练和推理提供核心动力。而最底层的基础设施是 SpaceX 的星链网络和星舰发射能力，它把算力的边界从地面延伸到了太空，为整个 AI 生态提供无处不在的连接和未来的算力承载空间。数据、模型、算力、硬件、太空基础设施，4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完整闭环。数据越多，模型就越好，模型越好，平台的生态就越繁荣，生态越繁荣，对算力的需求就越大，算力需求越大，太空基础设施的价值就越凸显。别人做科技是在某一个赛道里做产品抢市场，但马斯克的布局是在搭建一整个 AI 时代的运行体系。你平时看到的是火箭发射、平台删帖、模型上线这些零散的事件，但把它们拼到一起，你会看到一个超级科技生态的雏形正在慢慢成型。这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竞争，当别人还在琢磨怎么做好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已经在搭整个行业的基础设施了。当然，这个闭环现在还只是雏形，每一环都还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X 的商业化还在试错 ，XAI 的产品还在迭代 ，SpaceX 的新舰还没完全成熟，英伟达和 SpaceX 的协同也才刚刚开始。从雏形到真正运转顺畅的生态，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无数的坑要踩。但说到这里，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生态闭环听起来再完美，战略布局再宏大，都不代表它一定能成功。商业世界里，死于战略太宏大、执行力跟不上的公司，远比死于战略平庸的公司多得多。如果你认同这种不追热点情绪、只拆底层商业逻辑的分析方式，也欢迎订阅逻辑冷静。我们会持续追踪美股科技巨头的财报细节、产能变化和生态布局进展，帮你在嘈杂的市场声音里抓住真正决定长期趋势的核心变量。你觉得马斯克这套横跨 AI 算力、社交和太空的生态布局，最终能形成稳定的商业闭环，还是会因为扩张速度太快而出现系统性的风险？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最后，我想多说一句，现在的市场里关于科技帝国、AII 革命、太空时代的宏大故事特别多。
很多人听着听着就热血沸腾，忘了商业最本质的检验标准永远是利润、现金流和执行力。再好的战略，再好的生态，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商业结果上。故事可以讲10年，但企业的现金流撑不了10年。作为观察者，我们可以欣赏这种宏大的产业布局，但作为投资者，你必须清醒地把故事和业绩分开，不要为10年后的远景付出当下过高的价格。以上内容只是我个人的产业观察和逻辑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